没错，就是宝骏云朵这台车来前儿，我真的是把期待值拉满了。从看各种的宣发物料，然后包括同行媒体老师的体验，我真的特别想看一看这台车的实车，看看它究竟能不能满足我的期待。那在看这台车之前呢，我们首先来了解一下它的定位。虽然说它的售价还没有出，但是呢，综合多方的消息，我们可以大概得出它的一个售价区间在10到15万这个级别，然后是一台 A 级的小型电车。OK， 那了解完这个定位之后呢，我们就知道在这个级别里面谁卖的最好呀？海豚嘛。海豚来自海洋，那云朵呢来自天空，有点直指对手的意思了。然后它整体的外观设计的灵感啊，来源也是天空美学的一个理念。整体我觉得，我看到它的第一眼，我觉得它特别像一个来自外太空的一团大棉花，特别萌。为什么说它来自外太空呢？大家看这儿啊，就是它的前风挡玻璃跟它的车头之间没有一个特别明显的这种折角，是这么顺下来的，就特别满足于我对于未来交通工具的那种想象。有点小飞船的那个意思。云朵的前脸和车尾都是用贯穿灯带做出这种分层的设计，特别像一个夹心面包。然后它的这个灯组的配置呢也不低，都是全 LED 的，而且前脸的这个分体式大灯底下这块它还配了一个脚灯，就方便你晚上拐弯的时候去拓展你的视野，也保证我们行车的安全性。云朵的车长接近4.3米，轴距到了2.7米，采用了一个4轮4角的设计，所以尽可能去保证了车内的空间。那另外呢，就是它也支持快慢充，前面这儿有一个充电口，然后后面那个地方还有一个充电口，一个快充口，一个慢充口。然后再一个就是它用了一个18寸的轮毂，这个是宝骏车型里面最大的轮毂了。但你可能会说，我一个家用车嘛，也用不了这么大的轮毂，哎，没必要哈。但是我是觉得，出于美观的角度去考虑的话，如果用一个太小的轮毂的话，也会有一点头重脚轻的感觉，这样看也会比较协调一点。那作为一台家用车呢，除了乘坐空间之外，还有一点非常重要的需求就是储物能力。大家看一下啊。现在是我们已经放了10个行李箱的一个状态，因为之前我就从网上看到说它能后备箱放10个20寸的登机箱，我就不太相信。然后我今天就实地去测试了一下，确实能放得下，而且门还关得上。它常规状态下是有一个盖板的，你可以往下探一节儿，然后你把它整个拿走之后呢，它往底下探的这个纵深还是蛮多的，所以说可以完全放得下10个登机箱。我觉得这样的一个储物能力，家用用是妥妥的够了。来到云朵的车里面，一时间我都不知道我的目光应该聚集在哪儿。真的，我觉得它这个车里面的亮点还是蛮多的。相比起之前宝骏的其他车型来说，它有着非常大幅度的升级，沙发、彩电、软装都给你安排上了。那首先呢，这套软装我觉得非常欧式风格，就有一点小资的感觉在里面。它这个配色呀，绿色，然后配上白色，再加上这种棕金的点缀，我觉得还是挺高级的，挺洋气的一个感觉。那除了这套浅色的内饰之外，还有全黑的那个内饰，不过我更喜欢这套浅色的内饰一点。然后另外呢，就是这个大沙发，大家看这个沙发也是挺欧式的那种感觉啊。就是这个沙发让我从网上看的时候，我就对它的印象特别的深刻。当时我看它的第一眼，我会觉得它特别的软和，就是那种你一坐啊，整个人瘫在里边那个感觉。但实际上我一坐呢，没有我想象当中的那么软，它还是有一定的支撑性的。毕竟你开车嘛，它不能让你一下子这种陷进去的这个感觉。然后包括这个侧厢也是有一定的支撑力的，坐着还是蛮舒服的一个感觉的。还有就是这个大彩电，15.6英寸的中控大屏也给安排上了。相比起越野啊、Kiwi 上那种小屏幕来说，这个是不是感觉敞亮很多？而且现在搭载了0OS 2.0这套最新的车机系统。那这套车机系统，我觉得最大的一个亮点就在于它的整个桌面的自定义，它特别像苹果的这套逻辑，就是你点这个图标，它是可以自己去剪，然后添加，然后包括去移动的。然后还有呢，就是在这个 L 型的边框的这个位置，它预设出来了很多你可能平常使用频率比较高的一些按键，然后这样也会比较方便你去进行操作。它的这套驾驶辅助系统呢，依然是大疆的这一套驾驶辅助系统，然后相比起越野的那一代，肯定要更升级了一些。不过今天没法开车，也没有办法去试，然后试驾的时候再给大家去说。不过我发现它这个360啊，还是有一定的优化空间的。就现在整体来说，它的清晰度不是很高，然后包括可能也会有一点变形的这个情况啊，还是硬件上我觉得需要再去优化一下。再一个呢，就是细节上的一些配置。首先，这个方向盘它是支持4项调节的，这个在这个级别里面还是比较少见的。
上下前后都可以调。之前宝骏的车型不都在这儿有一个旋钮换挡吗？现在呢变成了一个怀档啊，这块的空间就腾出来了，所以这块有3个杯架，而且这个杯架还有一个小巧思，就这个你可以拆下来，然后这块又成了一个大的杯架，你可以放一些大的杯子。然后不过这个安装的话还是稍微有一点麻烦的啊。底下呢还有一个储物空间，就这块拉开之后，这块有一个储物盒，然后包括你的左右前面这个位置，这块也有杯架，所以它的储物能力还是非常的不错的。这块还有一个手机的无线充电。最后再往上看，还有一个全景大天幕，这个天幕的面积也是挺大的。那之前呢，其实我就说，无论你的玻璃再怎么隔绝紫外线，你就必须得给我配一个遮阳帘，不然的话夏天真的很晒。然后它就有嘛，它有一个电动遮阳帘，然后你可以用语音控制，让它去给你把遮阳帘关上。你好，小齐。什么事啊？关闭遮阳帘。好的，安排。这样的话，夏天你就再也不用怕晒了。后排呢，我也去试了一下，整个的空间来说，我174的身高坐在那儿，腿和头都是有一定的余量的，而且呢，它的靠背角度是可以进行调节的，调节的角度还挺大的。不过就有一点手动调节，调到最后之后呢，基本能实现一个半躺的状态。这应该是我试过的车里面靠背角度能够调的角度最大的一辆车了。而且它的前排座椅也是可以放倒的，放倒之后你拿掉头枕，它能够跟后排连接起来，形成一个沙发床。不过我的坐感呢是它没有办法放到完全纯平，前面这个靠背的一个凸起的角度还是会卡到你的大腿这个位置，稍微有一点点的不舒服。最后呢，就是关于动力部分，除了刚刚我说到的驾驶辅助会用大疆的驾驶辅助系统之外呢，目前已知的信息是它会采用100千瓦的一台电机，然后会有2个续航版本，一个是360公里，一个是460公里。那460公里的话，会采用一个50.6度的电池，还有呢就是支持快慢充，还有支持220伏的对外放电。目前已知的信息就是这么多。整体的感受来说的话，我觉得它对得起我的期待，就整体来说没有什么短板，而且确实能够从云朵身上感受到宝骏对于这台车的用心程度，然后包括对于消费者满满的诚意。最终还是看价格吧。如果说价格真的能定的特别的合适的话，特别的亲民的话，我觉得还是挺令人拍手叫绝的。好了，这就是这一期的车手初见，我是静静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，拜拜。